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8月26日新闻头条：以军驻守赫尔蒙山，澳大利亚与伊朗断交，丹麦庇护8难民，犹太地区现假火箭。国防部官方消息，拉马拉货币兑换所突袭。今天上午，在中央司令部情报局和辛贝特的指挥下，本雅明旅部队与杜德万武装人员、犹太和撒玛利亚边防卫队合作，在拉马拉市中心突袭了一家为哈马斯恐怖分子转移资金的货币兑换机构。行动中逮捕了5名涉嫌恐怖活动的通缉人员，并没收数十万被认定为恐怖资金的谢克尔。此次行动是以军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系列行动的一部分，旨在摧毁恐怖组织的经济结构，削弱其资助和推动针对以色列及其公民的恐怖活动的能力。卡茨谈续部署。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在赫尔蒙山顶及必要的安全区，以保护戈兰和加利利城镇免受来自叙利亚的威胁，并强调会继续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人。纳赛尔医院袭击更新。以军战士向第14频道透露，对纳赛尔总部的袭击已获高级指挥部批准，现场确认有恐怖分子收集情报并拍摄以军动态，同时发现有武装人员。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对纳赛尔医院发生的悲剧性故障深表遗憾。加沙空袭。以军空袭正在加沙中部萨布拉街区进行。真主党威胁离政府。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若政府继续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他们将看到我们的力量，并声称黎巴嫩政府无权代表国家主权。澳大利亚与伊朗断交。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指责伊朗策划2起在澳反犹袭击，并宣布与德黑兰断绝外交关系，驱逐伊朗大使并关闭使馆，同时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澳情报部门认定，伊朗政府指使去年10月悉尼路伊斯餐厅纵火案和12月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会堂纵火案。澳方已撤离驻伊外交人员，并转至第三国，提醒在伊澳公民尽快安全离境，并警告外国人在伊朗可能面临被任意拘押的风险。丹麦与巴勒斯坦难民。1992年，丹麦议会通过法案，为来自黎巴嫩的321名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庇护。委员会审查发现，其中67人曾获刑，137人被处以超过$200罚款，超过60%有犯罪记录。同时2007年至2016年间，超过一半的难民领取了福利。英军运输机敌乙。英国皇家空军一架 A400M 运输机从塞浦路斯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起飞，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推测，降落与输送军事物资或提供后勤支持有关。乌克兰切断俄罗斯石油产能。近几周，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袭击，导致10家炼油厂受损，约 17% 炼油能力瘫痪。多个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出现燃料短缺，目标涵盖炼油厂、天然气终端及军工设施。道路封锁抗议。绑架者家属总部宣布，今日将在以色列北部、南部、中部及耶路撒冷举行抗议，预计上午7点至9点及傍晚6点至7点，可能在多地出现道路封锁。以抗议规模小于预期，警方在4号公路恩哈默沙沃特立交附近发现疑似用于点燃和封路的轮胎堆并清除。7点15传出消息称，特拉维夫阿亚隆南向车道被抗议者封锁，随后北向车道也被阻断。但所谓全国抗议活动规模有限，
仅在少数地点举行，总人数不足500人。抗议方式主要是燃烧轮胎，火势难以扑灭，且会永久损坏路面。犹太地区发现假火箭，一枚疑似瞄准米格达尔奥兹镇的火箭在发射前被发现，但经检查为假火箭，虽有布线和装置，却无炸药或发射装置。诈骗警告：近期在以色列出现2类诈骗。第一类，伪装成6号公路收费短信，声称欠费，并引导市民至虚假网站以盗取其信用卡信息。真实信息查询应通过官方网站。第二类，冒充哈普奥阿利姆银行安全部门致电，要求市民提供身份号码以验证账户，实为盗取其信息并转移资金。此外，哈普奥阿利姆银行官网与应用今天早晨一度无法使用。特拉维夫建筑工地坍塌，特拉维夫雷南街一处工地脚手架倒塌，造成数人被困受伤，目前仍有1人失踪，救援正在进行。喷涂仇恨涂鸦的人再次被捕。2周前，在西墙和大犹太教堂喷涂亵渎涂鸦的人，星期二因涉嫌在圣母教堂喷涂新的涂鸦而再次被捕。警方发言人的完整声明如下：一名耶路撒冷居民因涉嫌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母教堂喷涂铭文而被耶路撒冷地区警方逮捕。总检察长建议取消逃逸者优惠。已被解职但暂缓执行的总检察长在回应最高法院请愿时表示，应取消对逃避服役者的国家保险优惠，只有与军方单独完成身份正规化的哈雷迪才可享受优惠。若最高法院采纳该立场，许多人将面临更高缴费。哈雷迪学校开学。哈雷迪学校已于昨日开学，其余大部分学校将在本周日开学。总结：以军拉马拉突袭哈马斯货币兑换所，并空袭加沙，继续驻守赫尔蒙山。真主党威胁黎政府，澳大利亚与伊朗断交。以色列抗议规模有限，犹太地区现假火箭。特拉维夫工地坍塌致伤亡。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